你有没有想过，一句台湾不属于中国背后其实藏着多少历史与法律的暗战？这不是挑衅，更不是政治口号，而是一个冷冰冰的现实。偏偏这么多年，很多人被灌输台湾在2战后就已经回归中国的叙事，甚至在不少国际场合，中共反复利用这一套说法来营造既成事实。可问题是，这套故事根本经不起推敲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时间要拉回80年前，1945年，日本战败投降。你或许听过开罗宣言、波茨坦公告，这些文件确实提到台湾要交还中国，但重点来了，这些声明在国际法上没有任何约束力，他们只是暂时的政治宣誓。真正能决定台湾命运的是1951年签下的旧金山合约。这份条约有48个签署国，但偏偏没有中国。换句话说，日本放弃台湾主权了，但放弃给谁？文件里没有答案。这点，台湾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在2025年已经公开讲明，这是第一次有政府高层把话说得这么直白。他指出，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不是国际条约，根本不能拿来当证据。真正有效的是旧金山合约，而这份合约压根没有写台湾归属中国，更不可能写中华人民共和国。简单说，台湾从战后开始就不是中国的领土。可是为什么中共要一再死咬抗战胜利、台湾回归这套说辞？原因很直接，他们需要一个法理基础，让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看起来顺理成章。但只要把文件摊开，真相很清楚，中国不管是当年的国民党还是后来的共产党，从来没有在法律上拿到过台湾的主权。更有意思的是，1952年的中日合约再次把日本与中华民国拉到谈判桌前。日本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没错，但条约里依然没写台湾主权属于中国。日本承认的是政府，不是领土，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。很多人会被一个细节搞混，既然中日合约里提到台湾人可以被认定为中华民国国民，那是不是就代表日本承认台湾是中华民国的领土？其实完全不是这样。那条条文的意思只是，如果台湾居民依照中华民国的法律取得国籍，那在这份合约的适用范围内，就算是中华民国人。换句话说，这是承认法律效力的延伸，不是承认领土主权。就像你拿了某国的护照，并不代表你出生地就属于那个国家的疆土。逻辑非常清楚，但在国民党过去的宣传里却被刻意模糊。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台湾的外交部网站上仍然残留着当年的论述，说什么中日合约证明台湾主权属于中华民国。但从国际法的角度看，这就是一种过度解读，甚至是误导。日本只是承认中华民国当时的管辖权，没有承认主权。这两者差一个字，却差了一整个国家地位。那问题来了，如果条约都没交代清楚，台湾的主权到底是怎么确定下来的？答案不是在纸面上的文件，而是来自人民的意志与实际的民主化进程。1980年代以后，台湾一步一步走向自由化。1992年，国会全面改选。1996年，第一次总统直选，台湾人民用选票决定谁来治理这片土地。从那一刻起，台湾的国家地位靠的是自我决定，而不是别人分配。你可能会问，国际社会怎么看？其实，国际评价早就给出了答案。像经济学人、瑞典的 VDEM 数据库、自由之家这些全球性的调查，都把台湾评为世界上最民主、最自由的地方之一。想想看，我们有普选的制度，有自己选出的总统和议会，有军队，有在世界前20的 GDP 表现，还有护照，可以通行全球大多数国家。如果这都不算是一个主权国家，那还有哪个地方能算？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中共当然不会接受这种现实，他们拼命在国际场合强调一个中国原则，把所有的空间堵死。问题是，如果我们自己也掉进他们的陷阱，继续讲台湾在战后就回归中国，那等于是替他们抬轿。因为一旦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两岸的议题就被定义为中国的内政，那国际社会就完全没办法插手。到时候北京若动武，就会包装成内战，而不是侵略。这就是所谓法律战的恐怖之处。更吊诡的是，真正把台湾推向危险的，不是你叫台湾还是中华民国，而是北京自己。中国最害怕的从来不是名字，而是台湾作为一个成功的民主政体。
只要台湾继续证明自己可以在自由制度下运作良好，就等于每天都在揭穿中共的说辞。说到这里，就会碰到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，到底应该叫中华民国还是台湾？很多人担心，一旦用台湾这个名字，就等于触碰台独的红线。但仔细看国际现实，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个假命题，名称从来不是核心。你去翻条约库，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执政和外国签的协议里，有的写中华民国，有的写台湾，还有的干脆写中华民国台湾。结果呢，这些协议一样生效，国际合作一样运作。甚至2008年马英九执政时，短短半年内，台湾就以台湾之名和法国捷克签署条约，同年又以台湾金管会的身份和约旦迪拜签署金融协议。更有趣的是，有些多国联合备忘录里，台湾的署名在不同国家版本里不一样，有的写台湾调查局，有的写中华民国台湾调查局。换句话说，名字可以弹性操作，但关键在于世界认得你是谁。那么，北京为什么总是紧咬名称？因为他们要把议题简化成只要不讲台湾就不算台独。可事实上，对他们来说，连中华民国都是眼中钉。别忘了，习近平在2019年讲得很白，只要是2个中国、一中一台，甚至只是维持现状，在他们眼里都是独。这意味着幻想用中华民国来换取和平是自欺欺人，中共根本不会买账。从国际法的角度看，美国当年的设计其实很巧妙。1951年的旧金山合约加上1952年的中日合约，故意让台湾的地位保持未定。为什么？因为韩战爆发后，美国要把台湾纳入战略棋盘，如果台湾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，美国就不能介入。正因为地位未定，美国才有理由出兵第7舰队，才有空间和台湾建立实质关系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至今坚持战略模糊，他们嘴上只讲一个中国政策，强调不支持台独，但从来没承认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更精准地说，美国的政策是不支持台独建国，但这不等于承认台湾是中国的模糊的空间，就是他们能同时维持和北京的外交关系，又能和台北发展紧密合作的关键。问题来了，这种模糊是不是会随着时间失效？因为台湾已经走向民主，而中国却越来越专制，对比越清晰，美国就越难继续假装模糊。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美国通过越来越多对台军售交流法案，甚至高层互访，表面上说是非官方，但实际上已经是准官方。所以我们必须看懂一个核心事实，台湾的国家地位并不是别人恩赐的，而是靠自己走出来的。1996年总统直选那一刻，台湾人民用选票告诉全世界，这片土地的未来由我们决定，那是比任何条约都更有力的自觉证明。真正的危险在哪里？很多人以为是我们叫台湾还是叫中华民国，但其实核心风险从来不在名字，而在于中国政权本身。北京之所以不断文攻武下，不是因为台湾改了称呼，而是因为台湾以一个现代民主政体的姿态存在。你想想看，这对中共来说是多大的威胁？他们天天说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，但就在海峡对岸有2300万人用民主选举、用宪政体制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，还在经济上稳居全球前20，这是他们最不想被中国老百姓看到的活生生对照。台湾不需要喊口号，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据。这也是为什么北京会不择手段地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，不仅逼各国政府表态一个中国，还要逼企业、网站、艺人都跟着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从航空公司改网页，到电商平台的选项，到明星微博上的台湾地区字眼，都是同一场法律战与舆论战。他们的目标很清楚，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一个台湾属于中国的假现实。问题是，如果我们自己也跟着重复台湾战后就回归中国，那等于直接把武力侵台合理化，因为只要承认一中原则，那北京出兵就会被包装成国内事务。国际法讲得很死，别国不能干预他国内政，到那一步，台海冲突就会被视为内战，而不是侵略，国际社会能提供的援助就会大打折扣。这就是为什么外交部长林佳龙的讲话意义非凡，他第一次在国际场合明确用旧金山合约作为论据，
指出台湾从来没有被合法移交给中国，等于正面撕掉中共的法理包装，让世界听到另一种声音。这一步虽然晚了几十年，但总算走出来了。有人会说，这种论述是不是太刺激中国，会不会让局势更紧张？可别忘了，中共定义的毒范围很广，只要不统就是毒。哪怕你只讲维持现状，在他们眼里也是分裂。与其被他们的语言绑架，不如自己说清楚，台湾就是不属于中国。而且美国当年设计地位未定，并不是为了伤害台湾，而是为了保留战略空间。今天我们更该利用这个空间把话说明白，而不是替中共把谎言背书。台湾真正的安全感不是靠名字换来的，而是靠民主制度，靠国际联结，靠人民的意志。名字可以有弹性，但主权不能含糊。台湾的国家地位最终不是文件定下来的，而是人民自己走出来的。二战后的条约留下模糊空间，美国的战略模糊又让这片土地维持未定的状态。但真正让台湾立住脚的是一连串民主化的节点。1992年，国会全面改选，老旧的万年国代退出历史舞台。1996年，第一次总统直选，全民投票决定国家领袖。从那一刻起，台湾在实质上已经完成了自决。这是国际法上最关键的证明，主权来自人民，而不是别人赏赐。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你看国际社会的态度其实很矛盾。大多数国家不敢公开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，但却在实际行动上把台湾当作国家对待。我们有自己的护照、军队、经济体系、选举制度，甚至和100多个国家建立了准外交关系。无论是用台湾还是中华民国的名义，合作照样进行，形式上保持模糊，但实质上台湾早就以国家身份在运作。而北京最害怕的正是这种现实，他们不怕你喊台湾，也不怕你喊中华民国，他们怕的是你根本不隶属于他们，却又活得比他们更自由、更有秩序、更被世界尊敬。所以他们要用尽一切办法否认台湾的主体性，把一中原则包装成铁律，让全世界都跟着念同一本剧本。但我们必须清楚，如果顺着他们的叙事走，后果是灾难性的。因为只要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一切问题都会被锁进中国内政的框架，届时国际援助、国际声援统统失去正当性，中共的武力行动会被包装成国内统一，而不是侵略，这就是他们的法律战算盘。所以真正能保护台湾的不是模糊的名称，而是清楚的定位。我们是谁，我们不是谁，这一点要讲得明明白白。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，这不是政治口号，而是法律事实、民主成果，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选择。回过头想一想，80年来的历史，所有关键文件都没写过台湾属于中国，国际社会刻意留下空间，美国维持模糊战略，台湾自己走出民主道路。这3股力量交织在一起，塑造出今天的现实：一个民主、自由、经济繁荣的台湾，和一个专制集权的中国平行存在，互不隶属。这就是结论，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它是历史留下的空白，是法律确认的事实，更是人民意志的成果。越早认清这一点，越能看清未来的路。